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外面，一名掠夺者鬼鬼祟祟地搜刮着物资，发现一袋食物后，仰头使劲往嘴巴里塞，看得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。正当他扭头看向旁边的仓库时，开枪的是俄罗斯贝尔公司的雇佣兵小队。为了确保敌人死亡，小队成员斯蒂夫又继续补了2枪。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2天前同属贝尔公司的一支渗透小队就在这区域失联，而他们本次任务就是寻找失联的小队成员。附近出现了掠夺者，队长猜测他们的位置有可能有人暴露，于是赶紧联系外围狙击手和机枪手确认周围情况。而就在这时，队长发现刚才被射杀的掠夺者竟然不见了，看来这地方比他们想的还要糟糕。所有人赶紧做好战斗准备，一名队员起身准备上前查看情况，不料被绊到弄出了响声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乱枪的扫射。队长让2名队员想办法解决外面的危险。2名队员走到厂房门口，向侧方位置丢出手雷后立即射击。随着一声巨响，躲在暗处的一名掠夺者刚起身就被外围机枪手击毙。考虑到位置已经暴露，赶紧救治伤员准备撤离。而还没等他们包扎好伤口，外围队员发现一支优赛克武装正在向他们逼近。优赛克武装凭借对地形的了解，很快就不好发现。2名外围队员没办法追着，队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。狙击手安全冲进厂房，外面的机枪手还在恶战。机枪手也成功跑进厂房，可紧接着就发现对方的 RPG。RPG 强大的冲击波将所有人掀翻，整支小队差点就被团灭。斯蒂夫强忍着耳膜的疼痛起身警戒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人，专业的作战意识，他立马倒地射击。队友差点被斯蒂夫打死，得知有队友还活着，他紧绷的心也放松下来。缓过神的队长赶紧让队员轻点呼吸，准备从后门撤离。然而一名队友被刚才的 RPG 炸伤，弹片插进喉咙，奄奄一息。顾不了太多，他们只能尽快逃离。小队成功逃出厂区，他们一边侦查一边搜寻失联的队友。这里原本是诺维斯科经济特区的塔科夫地区，因各种政治原因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，多股军事力量和利益集团冲突不断，大多数平民早已撤离，部分当地武装趁乱占据了部分民居，借着战乱搜刮剩余的财富，成了掠夺者。虽然这里已经被俄军方封锁，但奇怪的是，西方军事公司的优赛克武装组织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这里。就在2天前，贝尔组织的一支渗透小队潜入这里，准备搜查 Terror Group 西方军事集团的犯罪证据。可小队在2天后就失去联系，于是贝尔组织派出这支小队前来搜救。刚才一战，小队已经一死一伤，这让他们不得不提高警惕。几人小心翼翼摸到一处树林，眼前的这座废弃的红色建筑应该是失联小队必经之路，他们有可能会躲藏在这里。队长尝试用无线电呼叫，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经过商议，小队决定潜入大楼进行搜寻，同时留几名队员在外面埋伏警戒。几人进入楼房逐层排查。Нас пока горят. Никаких звуков.
Это что ли хуйня? Пойду туда!几人交叉掩护，开始后撤。很快，枪声引来了更多掠夺者，在外围的小队狙击手连开2枪，直接击毙。紧接着，优赛克武装人员也赶过来，而且掠夺者也越来越多。眼看建筑里面的队员要被包饺子，队长赶紧带领队员前去支援。此时，建筑里面的几名队员正在激战，但对方火力太猛，根本没办法，只能顶着窗外飞来的子弹向另一边撤。但在撤离的过程中，一名队员被炸死。几人被困在走廊拐角处，没办法脱身。好在队长及时赶来，从另一侧的楼梯悄悄爬到掠夺者身后。对方没有继续追击，小队终于成功撤离。几人来到一处图书馆大楼，经过了一整天的战斗，小队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。队长安排好外围警戒，开始休整补充体力。队员开始整理装备。斯蒂夫在一个优赛克组织的背包里翻出一个头盔摄像头，连上手机，打开视频后，显示西方军事公司实验室的10几名工作人员被优赛克武装分子直接射杀。队长猜想对方肯定是为了掩盖不为人知的罪行，才杀人灭口。优赛克武装手上提着的这个神秘箱子，应该就是军事公司的秘密组织，而这个箱子估计正是渗透小队的目标。从视频上看，已经与优赛克武装发生了交战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渗透小队全部阵亡。斯蒂夫也认出了倒地的就是他的前任队友，看来渗透小队已经全军阵亡。队长认为搜救任务已经结束，小队可以撤退，但斯蒂夫目睹自己的前任对敌对手，他不想就这么放过他，提出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，继续执行渗透小队没有完成的任务。但是队长并不理解，斯蒂夫也没过多费力，直接起身准备单枪匹马与对方死磕。其他队员见此情形，纷纷表示愿意留下来继续执行渗透任务，夺回背包里的证据。